犀利奶爸在他的频道发布了针对这个所谓王志安流量调查的第二集。其实他的逻辑呢，跟之前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同样也是所谓来自于这个徐晓东的指控，然后就是做了一些类似于就是上一次视频当中讲到的，来自于台湾某些地方的流量异常。所以虽然他没有非常言之灼灼的说你这个王志安就是买粉了，但是言语之间充满了各种挑逗和暗示哈。所以其实我觉得看完他这个犀利奶爸的这个视频之后，还是感觉有点点搞笑，尤其是他讲到就是徐晓东所谓的油管内部人士，原来是源自于一个我不明白哪里来的一个信息源，就是说如果你是油管的一个 UP 主的话，你能看到自己的后台，你也能够看到别人的后台。如果可以看到其他人的后台的话，我是不是能够看到王志安，能够看到奶爸、方舟子其他人的后台？明显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也是非常无语，就是让人家觉得他们这些所谓的这些口耳相传的这些指控，言之灼灼的什么可靠的爆料啦，内部人士是多么的可笑哈。首先呢，奶爸的这个逻辑推理的过程也是相当简单。他们在使用谷歌趋势这个工具的时候，发现来自于台湾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对于王志安有非同寻常的这个热情那么搜索的这个流量的占比特别高。所以呢，他做了一下调查，然后他们发现说呢，谷歌原来在彰化这个地方有设立了一个数据中心，所以呢，他的推断就是，如果我们利用这个谷歌的云服务，在上面设置一些 VPN 的一些服务的话呢，这样当我们一些网军也好，或者是买的粉丝也好，他们通过这个 VPN 服务来操作的时候，就会在谷歌趋势上显示一个叫做埔盐乡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最终奶爸的结论，不管他是暗示也好，或者是各种想要让自己的粉丝能够明白他的推理也好，总之他的暗示就是两点：第一，王志安他有不同寻常的流量，所以他的粉丝跟流量很可疑；第二，有可能是来自于中国的网军通过谷歌云服务设置的这个 VPN 翻墙出征来支持王志安。如果你用谷歌趋势来看过去5年来自于台湾的油管搜索的话，你会很明显的留意到一个叫做埔盐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地方，据说整个埔盐乡只有3万人，然后它的这个搜索热度的这个百分比是100%，所以是非常的不同寻常的，这个对于王志安的热情不同寻常的高。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他们的这个推断是合理的，对不对？但其实所有的魔鬼都隐藏在细节里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用一些更多的来自于谷歌趋势的更详尽的一些资料来推翻方舟子和奶爸他们自己的一个推理过程。首先呢，我们不要就是很笼统的给大家展示一个所谓的过去5年这么一个时间点，我们把2023年作为一个分界点来看。为什么会选择2023年呢？我觉得2022年5月份王志安正式开始在油管开频道，然后正式开始发布新的视频。到了2023年1月1号这个时间点的话，大概过去了半年多。所以呢，这个时候开始，王志安的这个油管频道的这个影响力慢慢的开始浮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可能会对我们分析这件事情有帮助。当然还可以有一个别的原因呢，我可以放到后面再跟大家解释哈。然后呢，我们如果从2008年1月1号到2023年1月1号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显现在前5名的这个来自于台湾的城市或者是乡镇的话，是田中、深坑、南港、万华跟西湖这5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向来自于台湾的朋友们说一声抱歉，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个谷歌趋势显示不出来中文，我调整了一下发现可能是系统的一个 bug， 然后我就只能强行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这个地点很明显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会尽可能尽我自己所能，在接下来在这个文字方面做一些修正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然后呢，回到我们这个谷歌趋势展现的结果，我们看到在头5名当中并没有出现埔盐乡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如果我们按照就是方舟子跟奶爸的一个逻辑推理来看的话，这个田中乡是不是也非常可疑啊？如果刚好在田中乡又有一个谷歌或者是亚马逊的数据中心的话，是不是他们又多了一个实锤铁证可以用来证明王志安的流量有问题呢？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就是排名前第6到第10的，我们看到了有五期，有新店、秀水，有后里和鹿港，还是没有看到埔盐乡这么一个地名。我想带大家就是逐一过一下这些地名，并不是想要水我的视频的长度，而是想要大家对于这些地名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因为接下来我在分析的时候会用到。然后我们继续看第11名到15名。出现了文山、园林、林口北区这个北区我觉得应该是台中市的北区和和美乡，依然没有看到埔盐乡这么一个地名。再往下第16到第20名，我们见到了有罗东、莺歌、龙潭、松山和另外一个北区，我相信可能是新竹的北区，然后依然是没有看到有埔盐乡。如果我们重新调整一下刻度，现在把这个时间段调整成从2023年的1月1号到目前2月7号，当我们调整了这个时间刻度以后，就会发现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我们想要看到的名字埔盐乡，而且热度是排名第1，而其他4个名字都是老的地名，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过。事实上，如果我们更加精确一点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是从2008年1月1号到2023年的3月7号，其实都一直见不到埔盐乡，而从3月7号开始，埔盐乡的热度就已经可以排到前3名了。所以难道是因为说所谓在这个埔盐的谷歌数据中心是从去年3月份才开始运行吗？只需要在网络上做一个简单的搜索，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谷歌在彰化的这个数据中心其实从2013年就已经开始运行了，所以答案是否定的，并不是因为说谷歌在彰化的这个数据中心从去年3月份才开始运行，所以从去年3月份开始，这个我们可以见到埔盐乡出现在这个油管搜索的前3名，这个说法不能够成立。所以关于王志安买粉丝买流量的说法，我觉得根本就是扯淡。原因就在于说2023年1月5日的时候，其实王志安的粉丝数量已经去到了 53.7 万，到3月2日的时候，他的粉丝数量已经去到了 60.9 万。所以难道一个频道不是应该在刚刚起步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去买粉丝吗？而等到他已经到61万，他的粉丝数量涨势凶猛的时候，还有什么必要冒着风险来买这个粉丝买这个流量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关于买粉丝买流量的这么一个推断是完全不能够成立的。那去到第2点，难道意味着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网军出征翻墙来撑王志安吗？我们继续回到之前的那个谷歌趋势的这个热点地区，把时间刻度调整成2023年1月1号到现在，我们继续翻看这些地名，然后我们会发现出现了一些新的热点地区，比如说内湖、新浦跟礁溪，还有暖暖、仁爱、花坛这些新的地名。根据奶爸的这么一个逻辑的话，你除了可以用来推断说是国内的网军翻墙出征来撑王志安，其实我也可以反过来说，这可能是民进党的他们绿军来出征来反对王志安，对不对？为什么是2023年1月1号这个时间点？那如果我们翻看一下当年大选的整个进程，就会发现从2023年1月开始，民进党选了这个赖清德做了党主席，随即他们准备参加台湾大选，而且我们发现新政的热点地区多数是位于就是传统上支持民进党的绿色的区域，所以我完全可以推断说那是民进党他们成立了网军，准备认知作战，然后3月份开始针对王志安展开了攻击行动。
你觉得我这个推理是不是相当的合理呢？事实上，我们只需要用这个 slide 就可以推翻希里乃爸跟方舟子的所有的阴谋论。原因就在于说，其实谷歌在台湾的数据中心根本不在埔盐乡，而是在线西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错误。我们看到就是谷歌数据中心它其实提到说他们所在的地点是位于海岸线，然后也给出了非常详细的一个地址，是在线西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上这个红色标记的这个地方是谷歌的数据中心所在地，围绕这个数据中心有标记的这些地点其实都曾经在我之前的那个热点地区的名单当中出现过，包括这个57、和美、鹿港、秀水，然后第5个才是埔盐这个地名，而前面4个地点距离数据中心的地址都很明显比这个埔盐更近，所以没有任何道理，就是我们从谷歌数据中心出来的这个 IP 显示的这个地址会是埔盐乡。谷歌在台湾的数据中心显示的地址不可能是埔盐乡，感觉就是这个乃爸跟方舟子是为了拼凑一个阴谋论，强行为这个埔盐乡配备了一个数据中心，好自圆其说。所以同样的逻辑，我发现在纽瓦克有一群人，他们鬼鬼祟祟的躲在黑屋子里，不知道在干啥，我有照片为证。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捣鼓一个阴谋论，说李文昭通过纽瓦克买粉丝买流量呢？然后我还可以发现更多的，比如说花坛乡，我随便在这个谷歌趋势上换一个时间刻度，又出现了一个可疑的花坛乡，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我可以随便就可以发现很多很可疑的地点，比如说国内的济南，比如说位于这个马来西亚一个听都没有听说的一个小地方。所以这个所谓的网军翻墙出征来称王志安，这个也根本就是扯淡，因为谷歌的数据中心它根本就不在埔盐乡。那请问你又如何能够推断出这个网军是通过设在谷歌数据中心的这么一个 VPN 服务来出征支持王志安的呢？这个逻辑是完全不能够成立的。所以结论就是方舟子也好，希里乃爸也好，他们这些阴谋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是非常典型的这种为了拼凑一个阴谋论，然后强行把一些不相干的事实就是拼凑在一块儿，然后就可以带节奏，然后就让很多不喜欢王志安的人在那边狂欢说有实锤铁证证明你是在买粉丝买流量，你是有国内的网军出征来支持你。所以其实结论非常简单，就是这既不是买粉丝买流量，也不存在网军出征的这种可能。对于乃爸和方舟子这些人，我觉得他们看到一件事情看到的永远是阴谋论，而我通过这件事情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和日益增长的这个王志安的影响力。我们对比2023年以前这些地名跟2023年以后新出现的这些地名，可以看到其实除了是一些常见的大城市之外，王志安的这个影响力已经日趋深入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包括田中、埔盐、花坛这些小地方，其实都有很多王志安的铁粉。这些地方其实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跟中国的传统的农村乡下是非常类似的。也许这个土地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一些很好的一些资源或者旅游景点，没有什么出很有名的人物所以留不住年轻人，年轻人都往大城市跑。但这些乡民都是非常朴实无华的，他们有最传统的这种观念，有最朴实的愿望，他们对于这个王志安的认可度非常的高，我觉得不足为奇。而且我也从希里乃爸的粉丝留言当中也发现了另外一个粉丝，他自己本身就是台湾人，他去过埔盐几次，他说那个地方就是农业乡下，有非常少的传统产业工厂，所以这也是一个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的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实地调研，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呢，就是田中、埔盐、花坛这么一些地方其实就是非常常见的农村乡下。方舟子和希里乃爸虽然受过一些高等教育，但我觉得他们不
不一定真的非常懂，就是中国不一定非常能够理解王志安的这个影响力，他是自带流量的，他根本就不需要买粉丝买流量。有一位来自于推特用户 KK， 他最近分享的我眼里的王志安这篇文章，他提到他的一些观察，他亲眼看到几个中国农村人在听这个王局拍案，一边听一边评论说，哎，这个人说的非常有道理，他们非常的认同。而且他也分享，就是王志安可能很多人看不上瞧不起，但他其实有他个人的一些个人魅力所在，就是他非常真诚，很容易掏心掏肺，不设防，很豪爽。这个是他自己一个独特的一个个人魅力所在，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认同他的一个原因。通过这个所谓的阴谋论，反倒我能够更加认识到，就是他的影响力在台湾在中国还会继续深入，他的这种趋势简直是势不可挡的。马上就要过年了啊！接下来几天如果没有时间能够抽出来专门给大家拜年的话，要趁这个视频的机会给大家拜个早年。我也看到就是新闻上有大家就是很多人驱车回家拜年的时候被堵在就是高速公路上，非常的辛苦，我非常能够感同身受，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一路顺遂。趁这个机会呢，我也想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于艾森的这个支持和包容，然后祝大家所有人，包括王局之安在内，都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平平安安，万事兴隆。这里是艾森的频道，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